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鸿福苑鸿昌阁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火势短时间内快速升级，还造成了人员伤亡。今天下午2点52分，多名居民报案称，鸿昌阁外墙棚架冒黑烟，并可见明火。由于鸿福苑正进行外墙批荡喷浆维修，外部大量棚架加速了火势蔓延，火情升级极快。3点钟火警升为3级，3点34分进一步升至4级，这是香港火警分级中仅次于灾难级的严重级别。火势还蔓延到了鸿泰阁、鸿兴阁等周边楼宇，现场频繁传出疑似燃气罐或电器的爆炸声。消防部门先后投入28辆车、140名人员，铺设18条消防喉，还启用油压升降台从高空压制火势。截至当日17时左右，已疏散鸿昌阁及周边楼宇300余名居民。交通方面，相关路段被封闭，多条巴士路线改道，运输署建议市民优先选择港铁出行。据特区政府下午5时的通报，火灾共导致7人身体不适并送医治疗，其中4人死亡，2人情况危殆，1人情况稳定。此前有消息称，2名重伤者烧伤面积均超 60%， 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抢救。民政事务总署也已在大埔体育馆设立临时庇护中心，为居民提供相关生活保障与咨询服务。目前，消防处已对全港正在施工的棚架展开突击检查，物语署也派出工程师团队评估鸿昌阁的结构安全。此次火灾也引发了公众对香港老旧楼宇消防安全以及施工棚架监管问题的关注。大火无情，消防安全无小事，防线失守则万劫不复。愿香港这次火灾，人民群众一定要保证生命安全，不要再有人员牺牲了。大家好，我是微笑。对此，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全网最全面细致的高楼火灾求生指南，给大家介绍如何预防火灾隐患，以及通过提高意识和配备装备，提升在火灾中的逃生机会。全球每年高层建筑火灾达到7000起，我国在2007年至2016年间共发生 3.1万起，造成918人遇难。但近年来，我国高层建筑火灾数量持续攀升，2022年全年就多达 1.7万起，数量比上一年猛增 276%， 死亡人数达到260人，较上一年增加 44.4%。 相比普通火灾，高层建筑火灾具有规模大、楼层高的特点，且人员密集、蔓延迅速、火灾荷载大等特点，火灾扑救与人员疏散难度很大。而且高楼火灾因烟囱效应，在30秒内火势就能窜到100米建筑的顶层，所以高楼火灾一旦蔓延，就会让逃生变得特别困难。尽管如此，高楼火灾并不是不能消除和预防的。高层建筑火灾，这里我们主要讲和大家最密切相关的家庭火灾。要预防家庭火灾，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些情况容易引发火灾。一是我们认为与近年来高楼火灾急剧增加有很大关系的电瓶车、锂电池充电起火或老化爆炸引发的火灾，以及劣质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再加给锂电池充电导致的火灾事故。二是厨房用火不注意安全，例如油脂着火或者因疏忽长时间干烧导致的火灾最为常见。三是老旧小区常见的灶具和管道老化造成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和火灾。四是电气线路老化，私自乱拉电线、插线板串联使用，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的火灾。五是使用廉价、质量不合格的手机充电器充电造成的火灾。六是酒后躺在床上抽烟，睡着后烟头点燃可燃物引发的火灾。七是小区里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火灾。所以对于上面这7种容易发生家庭火灾的情况，大家要特别留意检查。如果家里不小心着火了，在刚开始的时候，要是知道哪里起火，而且火势不大，可以用家里准备的灭火器或者灭火毯，把刚起的火赶紧扑灭。要记住的是，如果家里燃气灶和电器着火，应该先关掉燃气，切断电源再灭火。要是厨房油锅起火，千万记住别用水来灭火。家里应该准备专业的灭火设备，用来有效控制刚起的火。如果自己家的灭火设备1分钟内都灭不了火，特别是火焰已经烧到了房顶，这说明火势已经进入发展阶段，要尽快逃离房间，并随手关上所有房门，防止火势扩散。然后沉着冷静地拨打119报警电话，准确告诉接线员火灾发生的街道、小区、楼层和门牌号，以及比如电池着火、燃料起火等火灾的类型。打完电话最好马上按响火灾警铃，甚至可以亲自通知所在楼层的所有邻居。一是能及时通知邻居撤离，
20可以让邻居帮忙一起尝试使用楼层配备的消防设施灭火。30可以让邻居再通知上下楼层的邻居，并且顺便把本层的防火门关上，防止火势继续蔓延和浓烟窜到其他楼层，影响居民逃生。如果你是听到邻居敲门的人，或者你通过烟雾发现了火灾，首先要搞清楚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可以通过探出阳台查看，或者留意小区业主群里的消息来了解情况。如果是小区里其他相邻但不连着的建筑着火，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家里的门窗都关好。火灾产生的烟雾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要尽量防止烟雾进入自己的房间。而且火灾还可能引发爆炸和飞火，即使着火楼栋离你所在楼栋有一定距离，也不建议继续待在屋里，应该立即下楼撤离小区，直到火被扑灭，等家里空气净化到不影响健康时再回来。如果火灾发生在自己楼栋或相邻楼栋，那就不是撤离，而是要考虑逃命了。如果火灾发生在上层或隔壁单元，那么应该马上通过楼梯下楼逃生。如果确定火灾位置就在楼下楼层时，火势刚开始，如果自己所在楼层离顶楼很近，可以试着通过疏散楼梯上楼，穿过天台进入隔壁单元楼，再下楼求生。但这类火灾一般等你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初期了。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楼层已经有烟雾，或者摸防火门把手已经发烫，那么千万不要打开防火门想通过疏散楼梯逃生，烟囱效应会很快让你上下楼都很危险。这时候请记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退回自己屋里。如果这层的防火门是开着的，最好先把防火门关上，然后快速回到自己房间。这可能和大家遇到危险就想跑的直觉不太一样，但实际上大部分高楼火灾的死亡都是因为乱跑乱逃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前面说的最安全逃生路线已经走不通时，那么也许你不相信，但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家中等待救援。因为现代高层民用建筑只要设计合理，消防验收合格，整栋楼好几层同时烧起来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比如2022年9月16号湖南电信大厦那场火灾，还有2023年3月3号香港尖沙咀在建大楼的火灾，都是因为建筑外墙用的材料有问题。同类型的还有2023年8月22日天津平安大厦外墙大火，这种火灾看着挺吓人，但只是外墙着火，楼里的人通常有足够时间逃跑，所以这3场大火都没人伤亡。太好了，今天的事故没有任何人员重伤了。再比如由于烟囱效应，在竖井或楼道发生的火灾，火焰通常1-2分钟就能从楼底窜到楼顶。虽然火势很猛，但由于消防合格，这类火灾基本也很少能烧进居民家里的案例。比如2019年3月14号开封元宏锦江小区发生了从底烧到顶的大火，2分钟就从3楼烧到了17楼，但是没有任何人员伤亡。2020年12月26号重庆市沙坪坝工人村一高层建筑火焰蔓延，就像火炬从大楼中下部一路烧到楼顶天台，但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2024年2月23号佳木斯市三江国际商贸城一2栋高层也是从楼下几乎烧到了楼顶，都没有人员伤亡。我们甚至怀疑，正是因为楼道天井的火势蔓延太快，楼里的居民根本没机会跑出家门逃命，只能待在家里等待救援，这才让所有人都平安无事。而在2020年10月8号那天，韩国蔚山市有栋33层的商住楼外墙铝塑板着火了，加上大风一吹，火势蔓延得特别快，能清楚看到已经有楼层里面烧起来了，但实际上没有居民被火烧死，倒是有93个人因为吸了浓烟被送进医院。而到了2024年2月24号，南京明上西苑小区的火灾是因为电动车起火引起的。由于天井的烟囱效应，火势向上快速蔓延，点燃了天井里多户人家阳台上堆放的可燃物品，导致火焰窜进屋内，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一般来说，除非自家阳台上有易燃物，否则就算建筑外墙着火，哪怕是自己楼下房间起火，只要门窗关紧，火焰很少能烧到自家房间。因此只要不是自己家里已经着火，当大火和浓烟已经起来的时候，当你无法通过安全楼梯逃生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回到屋内等待救援，同时马上用湿毛巾和衣物塞住门缝，还要关好家里所有的门窗，接着拨打119，告诉消防员你被困的楼层和房间号。如果门把手已经烫手了，就要不停地往门上泼水降温，防止外面的火势蔓延进来，然后在外墙边的房间里等待救援。以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保命要点，一定要记住。虽然生存主义者常说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坐以待毙，不要相信别人会救你，天助自助者。
但是无数高楼火灾的教训告诉我们，遇到火灾时乱跑才是最危险的。但如果是自己家里着火，而且当你发现时火势已经大到连乱跑都来不及了，那么你还能怎么办？首先，除非你在3楼以下，否则千万不要跳楼。跳楼或者爬楼的活命机会太小了，而且现在高楼大多是为了防盗考虑，也基本上无法从阳台爬到邻居的阳台。所以这里最多可以冒险做的是，不妨思考下空调外机的固定平台自己能不能安全地爬过去。现在的大部分高层建筑都有设计相对独立稳固的固定平台，如果可以较为安全地爬过去，可以作为屋内火势无法控制后的最后的避火弯。这就需要你现在就对自己房屋的空调回风口位置真有所了解。还有相对专业的生存主义者们会购置速降装备，用以高楼火灾求生。其实这些我们都是不建议的。速降装备整套学习和操作成本太高，就算经常练习，也不一定能在灾难来临时冷静地从几十米甚至更高的地方下到地面。更不用说，就算你能做到，你的家人是不是都能做到？而高楼逃生下降器虽然用起来更简单，但我个人觉得5楼以上的人用起来对高度的恐惧太大，到时候还是有可能面对灾难时用不顺手。特别是几百块的下降器里那种2点式安全带确实有安全隐患，反而火灾本身可能还没到要命的地步，但因为匆忙使用这类逃生设备导致悲剧发生。所以想买这种下降器的朋友最好先站在阳台往下看看，想象一下危急时刻你敢不敢从这个高度跳下去，还要拉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也问问看。我告诉你吧，我有恐高症。刚才说的家里着火被困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高楼下降器也只是家里着火被困时最后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与其考虑投入这么有风险、高成本的方法，不如想想怎么提前预防，避免火灾，或者防患于未然。所以要提高自己和家人在火灾中的生存机会，我们需要准备哪些装备和措施？首先要了解自己楼层的消防设施是否能用，消火栓能不能出水，水枪、水袋是否都齐全，卡口和消防栓接口能不能顺利接上，楼层火灾报警器在哪里，物业在楼层里有没有放灭火器，起看看公共区域烟雾探测器1分钟内闪不闪，指示灯不闪说明设备出问题了。这里装了喷淋系统吗？要是装了的话，可以叫物业来这层的防火区域，指给你看自动喷淋系统的末端在哪儿，顺便看看压力表是不是正常，还能放点水试试管道里有没有水，长壁防火门是不是都关着的，记得随手关上自己楼层的防火门。知道不同单元能不能从楼顶互相串门，消防疏散楼梯有没有人堆放杂物。要是发现上面说的安全隐患自己又解决不了，建议直接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装备方面，我们觉得烟雾报警器家里必须得备一个，这样家里万一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不管是在家还是睡觉都能马上知道，就能快速把火势控制在刚起来的时候，也能尽量降低你们最害怕也最危险的被大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的可能性。烟雾报警器按功能应该分成2种，比如这种海康威视的独立烟雾报警器，续航能力能达到10年之久，只要在40到60平方米范围内检测到烟雾就会发出高分贝警报，价格大概在50块钱左右。第2种就是小米这种可以连接网关的烟雾报警器，发现烟雾后不仅能发出高分贝警报，同时手机还能收到远程报警通知，并且能联动摄像头远程实时查看家里情况，这样就算人不在家也能及时发现火情，做好防范。小米烟雾卫士价格在150元左右，家里最好都准备个灭火器。家用灭火器主要有干粉和水基2种类型，干粉灭火器是性价比不错的老牌选择，能对付固体、液体、气体燃料还有带电物品引发的火灾。缺点是用完会留下很多粉末，不好清理，而且防止火灾烧起来的效果不太理想。水基灭火器就比较干净，防止复燃的效果特别好，可以扑灭固体、液体、油脂燃料和带电物质引起的火灾。但跟干粉灭火器比起来，不能扑灭像煤气、天然气这类气体火灾。不过水基灭火器还能在火灾发生时需要逃命的时候，把灭火器里的药剂直接喷在身上，里面的阻燃和增稠成分可以减轻火焰对身体和衣物的烧伤。我们建议在空间比较小的厨房买这种小型的水基灭火器就够了，方便快速拿取，而且水基灭火器对厨房容易发生的油脂燃烧更加有效。但这类小型灭火器我们建议一定要买灭火等级 21B 的，相比老的8B 灭火器，它的灭火速度要快8倍，价格一般在20到70块钱之间，实乃居家、自驾、旅行必备。家中还可以准备一款容量较大的干粉或水基灭火器。
干粉类的最大灭火等级应该能买到34B 的，而水晶灭火器这种2升装的可以达到55B， 更大的3升装能做到70B， 价格也很实惠，基本都在40到60块钱上下。而且买这种灭火器最好选带压力表的，随时能查看灭火器压力情况，省得到用的时候发现不管用了。要是家里有些地方你觉得容易着火，建议再放上这种干粉灭火球，只要一有明火，灭火球自己就能把火灭了，而且灭火球还能直接扔进火里灭火，人不用靠近火源，也不需要任何操作技巧。从8岁到80岁都能轻松使用，价格通常在30元左右。另外建议在厨房放置灭火毯，灭火毯能快速扑灭像油锅起火这样的火灾，也能用来扑灭人身上的火焰，而且在需要火灾逃生时可以披在身上当做隔热服。其他灭火设备一般都有保质期，而灭火毯只要不损坏，基本可以一直使用。市面上的灭火毯按材质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玻璃纤维灭火毯，价格最便宜，一般30-40左右。不过由于玻璃纤维中的玻璃丝容易扎入皮肤，所以我们并不太建议。二是硅胶灭火毯，1米尺寸的价格从近40到50-60都有。硅胶灭火毯就是在玻璃纤维灭火毯的基础上增加硅胶涂层，这样不仅不扎手，还能提高灭火毯的安全密封性。因此建议大家要购买就买硅胶灭火毯。灭火毯按照尺寸来说，除了1米的规格，还有所谓的2人用 1.5 米甚至2米的，这些我们都不太推荐。不管是用来扑灭油锅起火，还是用于紧急逃生，1米以上的灭火毯都显得太大了。如果要2个人同时披着逃生，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紧急情况下，明显不太合适。灭火毯还有另外一个种类叫做灭火斗篷，价格通常在100到200块钱左右，比灭火毯多了个帽子设计，还增加了能把斗篷裹起来的功能，这样就有可能穿过温度高达800度的火焰上层。而且大部分品牌还有儿童款可以给孩子准备。好一点的灭火斗篷上都像消防服一样有反光警示标识，这样当你在浓烟中被熏晕后，消防员能最快发现你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火灾中其实烟比火更危险，大部分火灾中遇难的人都不是被烧死，而是被熏死的。烟雾里的一氧化碳会很快和血红蛋白结合，让你得不到氧气，最后窒息。所以就算在烟雾里只吸2-3口，也会让人马上失去行动能力。所以在火灾逃生时，防烟比防火其实更关键。而在最措手不及的时候，最省钱、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湿毛巾。因为湿毛巾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却能阻挡火灾中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但要记住，毛巾的含水量越多越好，折叠层数越多，效果才越好。接把毛巾对折8层以上，盖住口鼻，3分钟后才能达到最佳隔烟效果。质地越松散的毛巾需要折叠更多次数，而且千万记住，在烟雾中不能把毛巾从口鼻上拿开。有些良心商家还专门推出了包装好的消防湿毛巾套装，国家知识产权局为此还授予了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生效期限为10年，从申请日开始计算专利保护期，说明湿毛巾在火灾求生中确实管用。不过湿毛巾虽然有用，但呼吸起来费劲，而且在逃生时需要一直用手拿着，所以还是有吸入烟雾的危险，因此只能算作没有专业装备时的替代方案。作为有安全意识的人，我们应该准备的是消防专用的过滤式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基本都能达到 95% 以上的滤烟效果，有些品牌甚至号称滤烟率能达到 99.9% 以上。戴好以后可以保护呼吸系统不受一氧化碳、毒烟、毒物的伤害，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操作也很方便，只要打开盒子盖子，拆开密封包装，拿出面罩，拔掉罐子塞子，接着戴上头罩，收紧头带就行了。所以真心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高楼住户为每个家人都准备一个能大幅提高你在火灾中的生存机会。但即使有呼吸器和灭火毯，我们也不建议你尝试从满是浓烟的疏散楼梯逃生。所以灭火毯和高空下降器这类装备，我们认为都是最后保命的装备。你可以提前准备来增加生存机会，但这只能作为最后的选择。而面对高楼火灾，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而面对高楼火灾，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微笑今天制作这个视频的用意，只是希望在高层火灾越来越常见的今天，告诉大家正确的消防知识和提高灾难生存概率。希望各位把这期视频分享给家人朋友，尽量让身边更多人了解怎么预防火灾和正确获救。知道的人越多，火灾发生和人员伤亡就越少。
只有全民都有消防意识，我们才能更安全、更安心地住在高楼里。